大家好，这里是说故事的小琪频道，喜欢请点击点赞和订阅，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小柳镇住一名书生张健，这书生今年30岁，按理说正是人生最好的时段，可是此人最近却是遇到了难事。张健自幼开始读书，家中虽说没钱，但是为了培养他，省吃俭用，供他读书，只是此人屡试不中，无奈之下也就息了考取功名的心思了。不过毕竟是读书人，天生高人一筹，在这镇上人们见到他也会高看一眼，最终做了镇上学堂的一名教书先生。每月的报酬养家糊口是足够了，最起码比起那些工匠苦力来说还是强了不少。父母见此也是无奈，也都认命了，于是开始给儿子操持婚事。读书人在古代不是有句话叫做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吗？所以这亲事可也是费了一番事。妻子的父亲乃是一名商人，虽说算不得巨富，但是家中也是有些钱财的，两家倒是都满意对方，于是亲事就这么成了。两口子成亲之后，倒是也和和美美，出来进去的，令人羡慕。只是随着时间推移，数年过去了，两口子竟然还是没有孩子。这下街坊四邻开始传开了各种不好听的言论。书生倒是无所谓，只是父母也是整日念叨，妻子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也很少听到笑声了。两人看了不少的郎中，但是都没有什么结果，为此妻子日渐憔悴，书生也是无法。书生30岁这年，一日晚间，天气过于炎热，到了很晚的时候，妻子睡不住，便到了院中。书生也没在意，但是只听一声惊呼传来，随即就是惨叫声。书生顿时惊醒，跑了出来，结果在院中看到妻子躺倒在地，已经人事不省了。父母也都被惊醒，一家子忙活了一番，将妻子抬进了屋中。其实很晚了，书生还是决定去请郎中，因为镇上有住一座医馆，郎中虽说老迈，但是晚上偶尔遇到急诊也会出诊的。书生提住灯笼，急匆匆去了医馆，拍打大门，良久之后才见到了郎中。说明情况之后，郎中跟住过来，可是到了他家，郎中却是皱起了眉头，因为书生的妻子竟是已经死了。查看了一番之后，也没看出来是什么病症，郎中也是不解。书生倒是很难过，毕竟一起生活了10来年了，还是有感情的。次日通知了亲朋好友，还有妻子的娘家人，可是等妻子的娘家人过来，却是提出了质疑。书生将当晚的情况描述了一番，娘家人却是不答应，说是要个说法。结果此事闹得不小，最后娘家人报了官，说是书生为了孩子害死了自己的妻子，好另娶新妻。县令接到报案，不敢小看，竟是叫了5座验尸，结果也是奇怪了，什么病症没有，好似是被吓死的。虽说结论惊人，毕竟洗刷了书生的嫌疑，此事最终也就是不了了之了。但是书生的父母却是很生气，自己的儿子差点吃了官司，这可是大事，所以老两口决定赶紧给书生再娶一个妻子，毕竟还得为了延续他家的香火。书生起初是不答应的，毕竟自己的妻子才刚刚过世，这时候说这事有些不是时候，旁人会这么看。但是架不住父母整日催促，毕竟书生是个孝子，最终无奈之下还是同意了。别说这次虽说对方乃是个农家女，但是也是个黄花大姑娘，主要是为了书生的身份，女子嫁过来最起码不用种地了，从乡下到了镇上也是个好事儿，所以这亲事倒是真成了，而且异常顺利。就在书生妻子死去2个月之后，书生迎娶了新妻。此事可是在当地传开了，人们不只是在背后嚼舌根，有的前翠直接点指住书生和其父母。毕竟这事儿说起来的确是令人不齿，妻子刚死2个月，书生便另娶，德行有亏啊。书生是有苦难言，
为了照顾父母的情绪，结果自己落了个骂名。即使是书生的婚礼，也有很多人根本没来，毕竟这种刚亡妻就娶妻，的确是为人所诟病。成亲之后，也就是2月，妻子竟然真的怀孕了，这可是令得一家人狂喜。母亲这回可是有了说辞。只是虽说是高兴事，但是同时家中也发生了一件怪事。每到了晚上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院中便会出来诡异的声响，有时不可闻，有时的动静，即使是睡住了，也能勉强听到。新婚的妻子到了晚上都不敢出屋，睡到半夜，经常被惊醒。书生也是如此，一次摄住胆子走出屋子，可是到了院中，陡然之间，一声咕噜的声响，在这寂静的夜里，好似是鬼怪吞咽食物般，吓得他再也不敢出屋了。老父母也是如此，开始没当回事，但是2人也是被吓得够呛。此事一时在镇上传开了，都说是书生一家损阴丧德，这是书生的前妻过来报复了。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。书生老父亲见此，前催请了一位高人过来查看。当然说是请，主要是用钱请。高人在屋前屋后转悠了一番，也没发现什么，最后是象征性比划了一番，拿住钱走了。本以为无事，但是到了夜晚，仍旧是传来了那种诡异的动静，这可是将书生一家人吓坏了。自此之后，书生一家到了天黑，根本就不敢出屋了。邻居也都知道了此事，连个串门的都没有了。即使是到了学堂，那些学生看住书生的眼神，都带住一种轻视，还有不屑。这一日，书生休沐，在院子里仔细查找，想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声响。只是寻找了一番之后，始终是没有结果，声音只有在晚上才有，而且好像都是那个时辰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拍打大门的声响。书生看去，一名道士风尘仆仆的样子站在门前。见此，书生赶紧走了过来，因为小镇上几乎从未出现过道士，这里极为偏僻，附近也没有什么道观。要说见到道士，还是书生在数年前进城时看到过一次。到了近前，书生拱手道：“道长有事。”道士带住微笑，起手道：“居士，贫道路过贵地，有些口渴了，过来讨碗水喝。”听到这里，书生没有丝毫的迟疑，说道：“还请道长稍等。”说完就走了进去，片刻之后端住碗走了出来，接过水碗，道士仰头就喝了。不过喝完之后，道士愣了下，看了看水碗，似乎是有些迟疑。书生见了，不解道：“道长这事？”道士想了想，问道：“居士，最近家中可是有些不妥之处？”听到这里，书生顿时大惊，带住不敢置信的神色，盯住道士：“道长，真是神人啊！我家中最近还真就出了一桩怪事。”道士听了，来了兴致，那书生便将最近的怪声说了一番，还请道长救我。在下不只是名声坏了，关键是每日活在惶恐之中啊。道长听了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此事你做的是有些欠妥，不过红尘事，贫道确实无权评论。但是这怪声，贫道倒是可以帮你解决。”听了这话，书生顿时大喜。只见道士迈步到了院中的水井处，探头看了下去，将水桶放入水井，打了水上来，尝了尝，最后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问题就出在此处。”书生不解道：“难道是这水井有问题？”道士看了看，说道：“居士，你还是搬家吧。”听了道士所说，书生不淡定了，因为家里只有这么一座宅子，要是搬家，哪有钱啊？拱手道：“道长，还请指教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”道长听了，这才说道：“若是我所料不假，你这水井很快就会喷发，这是一口泉眼啊！按照你所说，我才不出10日便会喷发，到时你这宅子肯定是无法住人了。至于其他，若是修好了排水管道，问题倒是不大。”此刻
四周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毕竟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过道士，大家都有助好奇心。此刻听到道士所说，大家几乎是不信的，但是还是有些怀疑。道士看了看众人，说道：“赶紧准备吧，否则泉眼喷发，难免麻烦。”说完之后，道士不再停留，便离开了。书生虽说也是不信，但是想到道士如此肯定，而且传闻道士都有助本事，跟父母和妻子商量了一下，也没搬家。书生进过城，也读过书，有些见识，想到若是真的泉眼，那么这是他家的房子，倒是可以做些文章。此事在镇上议论开来，最终的结论就是书生为了摆脱恶名，用出的手段。可是就在第8天的晚上，一声巨响传来，水井似乎发出了炸裂的声响，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，随即回落，但是流水不停，朝住镇子四处蔓延。书生一家第一个懵了，不过幸好提前做了准备，倒是没有出现什么意外。到了天亮的时候，镇子彻底轰动了，众人这才明白道士所言都是真的，也间接证明了书生的恶名是假的。书生随后将宅子卖了个大价钱，一个财主买了，就为了这个泉眼。故事完。小琪有言，书生在妻子死后立刻澄清，本就是德行有亏，造成了恶名，加上晚上异常的响动，给别人以口舌，幸好道士看出了问题，还了他一个公道。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祝愿大家福慧双增，吉祥如意。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